欢迎回来。就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方多次呼吁双方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开展解决问题的对话。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在兰亭论坛表示，美国新一届政府正在审视评估对外政策，希望美方的政策制定者能够推动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时，中国也多次为中美关系画下红线。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在兰亭论坛上表示，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方没有退让余地，必须坚守红线。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出席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兰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致辞。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除夕进行了首次通话，一致认为中美要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要彼此坦诚相待，不搞冲突对抗，要畅通沟通渠道，推进交流合作。这次极为重要的通话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王毅说，过去几年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其根源在于美国前政府出于自身政治需要，对中国的走向和政策做出了严重误判和歪曲解释，借此出台的各种遏制打压行径，给两国关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首先需要打破由各种对华错误认知而人为砌起的高墙，真正客观、准确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读懂中国。王毅说，美国新一届政府正在审视评估对外政策，希望美方的政策制定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看清世界大势，摒弃各种偏见，避免无端猜忌，推动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王毅在讲话中还提到两位美国友人，美国记者《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艾德加斯诺和著名中国学者傅高义。王毅表示，自1936年艾德加斯诺访问延安算起，美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至少已有85年了。而已经离开我们的著名中国学者傅高义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呼吁要采取理性对华政策，参与起草《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得到众多知名人士联署支持。王毅就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提出4点建议：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内政；加强对话，妥善管控矛盾分歧；相向而行，重启两国互利合作；扫除障碍，恢复中美各领域交流。从王毅提出的4点建议中呢，同样可以看出中国当前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对于出现问题的一些清醒的认识。那么还有呢，未来呢如何来进行调试关系，我们所给出的一系列的建议。王毅提出的这4点信息，应该说呢是希望美国能够更多的看到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对于美国国内呢应该说纷繁复杂的声音，尤其是一些这个涉华的负面的声音，一些这个反华势力的不断的搅动，也是一种这个以正视听的效果。在谈到中美如何互利合作时，王毅敦促美方做到3个放弃。我们希望美方尽快调整政策，放弃对中国产品征收不合理关税，放弃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机构实施各种单边制裁，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进行无理打压，为两国的合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抗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眼下国际社会最紧迫的3大任务。王毅还表示，中方愿意在这3个领域同美国协调政策，加强合作，携手为世界做出积极贡献。此时呢，中方传递出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先要把此前美国所做出的一系列的负面的举动，来这个进行清零，来扫出负面的资产，这才是双方关系能够回到正常轨道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关税呢还存在，包括近一时期美国的财政部释放出信息，对于取消的这种加征的关税，现在美方呢目前没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动作，否认了这个取消关税的新闻。这一系列的举动呢，对于未来中美调试关系会产生更多的负面的影响。而中方呢也在重申这个是非曲直的问题，希望美国呢首先呢能够清除负资产，收拾好自己的烂摊子，然后呢才能够实现中美之间的正常的互动。王毅表示，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愿与美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同样，我们希望美方也能够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值得注意的是，王毅为中美关系画下红线的同时，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在兰亭论坛上表示，中美关系亟待矫枉纠偏，处在重整出发的关口。崔天凯强调，中美双方有问题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首先是问题性质要分清，政策边界要明确，红线要画出来。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方没有退让余地，必须坚守红线。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发文分析称，拜登试图重新召集美国盟友，但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长，美欧官员都日益认识到放慢中国的势头很难。报道称，美国任何外交政策都必须考虑到中国已成为大多数盟友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这使得大多数欧洲国家不愿考虑任何与中国经济脱钩或新冷战的想法。其次，欧洲对于美国伙伴关系可靠性的怀疑将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在美国国内仍具有政治吸引力，并在共和党内发挥作用。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日前调查结果显示，约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未来10年将比美国强大，32%的人认为美国不被信任。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呢，他们一方面呢，在这种安全的层面，希望呢通过这种绑定来加强同盟体系；但另外一方面呢，对华的务实的合作，尤其是中欧已经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这对于双方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前景。双方在合作的道路上还在前进，所以也不希望呢因为一些这种杂音，因为一些干扰来这个使中欧双方的利益受损，这也是美国呢必须要看到的盟友的一些现实的需要。不仅在欧洲难以形成应对中国的联盟，美国试图在亚洲形成应对中国的合力也十分困难。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詹姆士·克拉布特里认为，拜登在亚洲组建反华联盟的想法可能很难实现。一方面，美国很难通过贸易协定让亚洲国家与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比重正在上升 ，RCEP 的签署也使中国地位的提升有了重大进展。地区国家确实与中国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相互依存越来越强，这是美国呢难以用这种政治手段拆分的。同时呢，应该说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产生的一系列安全方面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对于地区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地区国家担心的。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同时呢也担心中美之间出现正面相撞，而中美关系的协调是地区国家乐于看到的。左右逢源总是要比左右为难要好得多。